嗨，大家好，我是天福，祝大家福如东海。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省湘潭市，来探访一个距今有1000年的一个古镇，它的名字叫做洛口古镇。在1000年前，这个地方曾经是山谷云集、街道繁华、人口众多的一个地方，而1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并不知道它变成了怎样的模样。今天我们一起去实地探访一下。我们现在沿着这条路往下走，去探访这座洛口古镇的一个全貌。现在我左手边的这栋老房子，保守大概有100年了。刚刚这里的老人家一个人在这里居住。我右手边的这栋房子，看起来也是很陈旧了，应该也是废弃蛮久了。从这个外墙上看，没有任何的标志，表明以前是做什么的。不知道是作为礼堂还是什么。我们门关了，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看从这个外窗户可以看，是否能看到以前的生活的痕迹。哇，过来，我这里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这栋房子还是保留了以前的吊脚楼的那种建筑风格，是用竹子、木头连着泥巴编织的一个墙体。你知道这是这什么吗？栋房子应该是有蛮久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东西看起来像什么电动磨刀石，这个也是之前居住在这里的人留下来的。现在也应该是有人居住吗？应该是没什么人居住。这个地方有人住，因为它旁边，你看，你过来，因为我刚刚发现这旁边的这个房子，你看这里看门嘛，那还有沙发。是的，好，我们就不进去了。这里是可能是有老人在这边居住吧。你看，这个上面还是吊脚楼的形式，竹篾，至少有100-200年的历史了。这栋房子，往前面再走一下，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古老的建筑。我发现前面好像是艘船吧？以前这里是湘江河，这条船也是废弃的。好，我们再往前面走。这栋房子已经爬满了这个爬山虎。这边的房子基本上看起来都被新的房子给取代了，老房子基本上拆得差不多了。这个古镇还是有一些人在这边居住。我右手边的这栋房子保守应该也有几十上百年了，但是目前也是还是有人居住。天福，你看这栋房子是不是历史痕迹比较明显？这个墙壁还是以前的那种青砖石灰墙。现在作为别人的开的一个茶餐厅、清欢馆。它整个外墙都没有拆毁，还是保留之前的一个建筑特色。这栋房子也是有人居住，现在也是作为餐厅在经营。它的上面还是
保留了之前一样的建筑风格，并没有是的被销毁。木质的一个围栏。这里有洛口古镇的一些记事简介，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洛口古镇因位于洛水与湘江交汇处而得名。蜿蜒曲折的 S 型洛水将古镇南北两岸隔开，使洛口形成南临洛水、北抵湘江的半岛。这里是对洛口古镇的一个简介，我们看一下，旁边有历史具体的一些指示牌。洛口美食街区，数字非遗艺术街区，洛口国学书院。这个是当地政府打造洛口古镇的一个计划吗？这里是一个被遗忘的千年古镇。现在我们脚踩的这块地板还是之前的地板。这有一条狗在睡觉。你们看，我们右手边这些房子上面的这些建筑风格，还是保留了以前的吊脚楼的一个形式。下面是重新做了一点粉刷，当地人在这居住嘛。这个巷子还是比较古朴，两边的房子也是比较陈旧。这栋房子应该是废弃了，我们看一下。以前不知道是做什么用途。你看它的这种风格，全部是这种老式的一个建筑。外面就是用石灰黄泥巴和竹篾、木头编织的一个墙体。这种房子现在在城镇几乎是看不到了。这条街巷你看，左手边的这栋房子也是废弃很久了，应该也有几十上百年了。这个古镇呢，自唐天宝8年有记载以来，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如今叫湘潭艺俗合镇。你看右手边这栋房子，也是没有人居住，上面也是吊脚楼的一个建筑风格。门口杂草丛生，人去楼空。估计他们的后人应该也迁居了这个地方。
以前的繁华，现在完全看不到了。现在基本上是人去楼空的感觉。今天的风很大，保守估计应该有8、9级风了。所以没法用无人机拍摄整个洛口古镇的全貌给大家看。这个风吹起来非常凉快，是个非常适合休闲避暑的一个地方。我们从刚刚这个洛水古镇的街巷走出来，在我正前方就是洛水。当年这里应该是正太码头，想想1000年前，哪怕是100、200年前，这里应该都是很繁华。现在都还有一些商运的船只在这里运行。想想以前的这个地方，络绎不绝的商贾在这里集散、转运。现在沿着洛水河的江边小路走过来，这个洛水河的水质啊，跟湘江的水还是有些区别。这里的水跟黄河的水有的媲美了，都是这样浑浊的。我们现在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看一下能不能探索发现更多的一些古老的痕迹、古建筑。我现在在洛水江边这个位置，这里曾有3街6巷9码头之说。所谓的3街指的是正太平、曲直街和上镇街。正太平是老街的中心，曲直街靠近捐水，是商贾云集的地方，而上镇街则是官家机构的所在地。我们刚刚沿着这个洛水河的路边往这个巷子里进来，这里也是一些老的房子。看我面前的这个房子，看它的墙体构造，像是有几十上百年了。这种青砖石灰墙的建筑风格，上面是做了一些加固。这个外墙还是显得非常的古老。你看它这个房子的里面的一个结构，是不是跟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些房子的建筑风格差不多？现在这个村庄里面还是生机勃勃，这些村民养了这么多的鸡。我现在右手边的这个房子，保守应该有几十上百年了。基本上这种老房子都是用这种竹篾啊、黄泥巴。在我面前的这个南岳神坛，听周边的邻居讲，这个庙宇呢大概有200、300年的历史了。两边是有一副对联，是怎么说的？地光普照，誉满全球，圣灵显赫，名震宇宙。刚刚这边的邻居说，沿着这条路，青石板路有一座新修的这个南岳神坛，我们现在从这里过去探访一下。艺术和老街曾有过1000余年的辉煌历史，这里当时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旧时谷米、木材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如今，洛口古镇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繁华，随着航运的没落，这里变得寂静而落寞。如果你对历史和老建筑感兴趣，不妨来这里感受一下。
以前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这么繁华？因为这边两边又是湘江又是洛水交界的一个古镇，所以在古时候啊，公路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他们这边的人呢都是靠渔船，都是靠船只运输交通，所以使得这个古镇特别的繁华。在1000年以来，这里山谷云集是有原因的。这个地方，这是新的南岳神坛的一个新址，也是挨着这个河流边建立的。我们现在沿着这个河道江边一直往前走，这一路的老房子，历经几百上千年，依然屹立不倒，只是人去楼空。这里面有人住？这里面有人住吗？有人住。你像这个院子里面，也是一些吊脚楼的建筑风格，看样子里面是有人居住。在院子里还种了菜，你看，还保留以前的那种马头墙的那种屋檐翘角。好，我们继续往下面走。以前这个地方是如此的繁华，那个时候公路还不是很发达，比如说有上京赶考的学子啊、探亲的人呐、以及商运呐的一些商人呐，都必须要坐船。而这个地方的先天优势呢，就是有湘江和洛水都聚集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边的山谷云集呢，也是非常发达的。那么历经上千年了，现在的公路、航空业、铁路都非常的发达，导致现在呢，水路运输呢，渐渐的没落了。也就意味着洛口古镇不像以前那么繁华，也渐渐的没落了。你看一条条这种巷子里面的房子，依然保留在这些地方。我们一直沿着这个江边小道往这边探索，发现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建筑风格。这边外面的一层门是用这种竹篾编织成的，我相信大家在其他地方应该很少见过这种门。然后它这个房子的主人当初把这个房子建在这个江边，应该是有比较好的经商优势。当年这里的船只来来往往的客运商人络绎不绝，那他当时建的这里呢，应该是有一些商业生财的机会。当时建在这里呢，会接待来来往往的商人。它这个地基挨着这个江边不到20米的距离。但是如今这栋房子却废弃在这里了。现在随着科技时代的发展，逐渐有了飞机、火车、高铁等运输工具，取代了以前的水路运输。这种水路运输就慢慢的落寞了。所以
这栋房子就废弃在这里了。好，我们现在再进去看一下这个洛口古镇还有什么更加值得我们探索的地方。现在这里人去楼空，只有这些老房子依然屹立在这里，显得特别的安静。我右手边的这个房子也是没有人住了，这里的老房子，吊脚楼式的建筑风格。我们现在沿着这个河道继续往前走，发现这个河岸边有一个巨大的圆柱形的一个建筑，大家有没有认识了解的？知道它是做什么用途的吗？我们的左手边有一个工厂，这应该是80年以前的一个工厂，现在应该是废弃在这里了。在这个工厂的这里呢，也有一个巨大的圆柱形的一个建筑，大家有没有认识的？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地方，看到这里有一个用水泥浇筑的一个这样的涵洞。以前估计这里是工厂的家属宿舍楼，你看现在都还有人居住。这个院子面积还是挺宽敞的。像我右手边的这栋房子，就是以前的那种工厂宿舍楼。我相信了解近代历史的网友应该能够清楚这样的建筑风格。你像它这个门跟工厂的那种仓库门呐，比较相像。这个门锁已经锈迹斑斑了，看起来有一定的年代感。这个古镇是如何形成的？相传呐，在明朝正德年间，正德皇帝朱厚照南巡到了这个地方，并在镇上度过了一夜，因此得名以宿河，后来成为地名亦俗河。那清光绪年间，洛口依旧喧嚣，有粮站20余家，粮仓298间，可储存15万担米，生意做到了湖北汉口。即使到了上世纪50年代，洛口依旧未显衰败之势，江边的吊脚楼林立，青石板路比现在要宽1倍。我们沿着这条幽深的古巷继续探索，发现我右手边是一座古老的豪宅。看到这面墙，应该从现在来看，以前这里应该是有一道门，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是用这个红砖把它封起来了。以前是用麻石围成的一个门，周边都是用麻石堆砌的一个房梁。这边的窗户也是用麻石围成的一个窗户格子。这栋房子的外墙是用这种青砖堆砌的。整个房子的净长看上去应该有100米左右，可以想象，以前这家房子的主人应该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外墙的高度也是非常的高大。我们从这边走到这个房子的正门，
发现这个正门的外墙非常的大气，旁边是用这种花岗岩石雕刻的栏杆。这个门口也是用这种巨大的麻石铺砌的大门口石阶。这个里面是现在里面门往里面反锁了，里面从外看起来是有人居住，因为门口有晒了衣服。我们从这边发现，这边是一个码头。刚刚我从上面的这个几百年、上千年的青石板路走下来，走到这个码头的下面，左手边是洛水，也就是现在的艺术河，这里的水非常深。我想以前几百年、上千年的商运船只都是在这个地方停靠、卸货、上货，从这个台阶上去交易。在我镜头前面的这栋房子就是我刚刚拍的，因为里面住了人，所以不方便去打扰人家。但是我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整个房子的外形结构、雕梁画栋的艺术还是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脱落的迹象。哪怕历经100-200年了，依然屹立在这里。整个洛口古镇，我们刚刚走了一圈，发现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在这边坚守，基本看不到什么年轻人。我想这个地方再过几十年之后，这边的景象会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刚刚我沿着这个青石板路走上来的时候，无意间发现我的左手边立了一块石碑。这个石碑上面记载了几百年以前对当地经营商户的约束，上面有详细的记载。如果在当地进行粮米油盐等交易的话，不能够欺行霸市，不允许切斤少两，要诚信经营。这块石碑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文字有70%还是可以清晰可见的。这块石碑仿佛让我们看到几百年以前对当地市场行规的一个约束，也见证了这个洛口古镇当年的辉煌。现在我们沿着这条几百年前的青石板路继续往前走。我们可以看到左手边这些古老的房子还是做了一些修缮，有人居住。有些老房子依然屹立在这里。你看这个上面青石板路上面还有刻了字，想象一下当年这个地方是多么的繁华和热闹。这栋房子基本上就是废弃了。这里的青石板路历经几百上千年，上面我们发现这一块青石板路上面刻有“艺俗河”3个字。想象一下当年这里是多么的繁华。我右手边这些老的房子依然静静地守在这里。左手边的艺俗河也没有了当年的繁华与喧嚣。今天我们花了接近3个小时的时间，走遍了整个洛口古镇。在这个洛口古镇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年轻人，而是只有一些老年人依旧坚守在这里。在我身后的这个大型工厂，
它如今已经荒废了。但是在我的正前方，江面上的这些船只依旧川流不息，说明这里的水运行业依旧像当年一样发达。我想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